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如果明天早上你打开手机，你最先看到的一条新闻是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银行账户里的钱还在，但你突然发现你真正失去的是把钱换成生活的权利。2026年2月28号早上7点，伊朗德黑兰一个普通的周六的早上，你叫阿什，38岁，是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你有一套2居室的公寓，一辆5年车龄的丰田，一个正在上小学3年级的女儿，还有一个每天早上帮你准备早餐的妻子。10年你兢兢业业，省下来的钱呢，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100万。这个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数字，这是女儿学费、父母的养老钱，这个是这个家里边在任何风浪里边的最后的一道防线。那天早上呢，你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刷视频，然后看到了一条最新的新闻推送，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了首次空袭。你愣了3秒钟，然后你做了所有人在那一刻都会做的一件事，打开了银行的 app， 账户里的钱还在，但你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件事让你的手开始发抖，那笔钱是用里亚尔计价的。今天呢，我们来一块经历阿什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那天所经历的一切，不是为了让你产生恐慌，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想清楚的问题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以为银行账户里的钱是我们自己的，但我们真正拥有的是系统允许你使用它的权利。一旦系统不允许了，那么你还剩下什么？我们回到阿什的那个早上，他有100万，接下来的72个小时，这100万会走向4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取决于他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命运之一呢，里亚尔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现金和存款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账户里的数字清晰可见，让人安心。但阿什不知道的是，这个安心是一个40年的慢速幻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那一年，1美元可以兑换70里亚尔，听清楚是70。然后呢，时间开始向前推进，2015年1美元兑换3万里亚尔，20年1美元兑换24万里亚尔，25年的年初81万7千里亚尔，2026年的1月150万里亚尔，然后2月28号空袭的那一天，1美元兑换175万里亚尔，单日创历史新低。从70到175万，46年的时间里边，里亚尔的购买力缩水了25000倍。我需要你在脑子里边真实的感受这个数字。假如你在1979年在伊朗的银行里边存了等值1万美元的里亚尔，今天它的购买力连4毛钱都不到。而且账户里边呢，那100万在炸弹落下的那一天，它还是那么多，数字没有变化，但那个数字代表的真实的财富，早就在漫长的和平的岁月里边被悄悄的给蒸发了。命运之二呢，黄金。另外一个阿什几年前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决定，他把1/3的积蓄换成了金条，不多几块，存放在了家里的保险箱里边。空袭消息一出来，国际金价当天飙升，他的财富呢不仅没有缩水，反而还上涨了，听起来非常完美，对吧？但这个故事有一个我们很少说出来的后半段。5天以后，德黑兰机场重新开放，限流疏散，
阿什想带着家人离开，他打开保险箱，看着那几块金条，沉甸甸的。在平时呢，这个是财富的分量，但在必须要撤离的此刻，这个时候，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抛弃财富和抛弃逃生机会之间二选一。他知道他不能够带上飞机，安检他根本就过不去，就算侥幸带过去了，他也不知道在异国他乡能够找到谁把这笔黄金换成当地的货币，以什么样的价格。黄金是财富，但它是一种跑不快的财富，在和平的年代里边，它是最好的保险。在你需要在72个小时内移动的时候，它变成了一副非常沉重的枷锁。第三个阿什是一个对加密货币有点了解的人。2年前呢，他开始把工资的一部分兑换成 USDT， 一种和美元1:1挂钩的稳定币。他把它放在伊朗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里边，叫做 Novitex。 那天早上看到新闻，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看银行的账户，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 Novitex 的 app， 他按了提款，把 USDT 迅速的转到了一个境外交易所的钱包地址，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阿什第一次感觉到钱原来真的可以像消息一样穿越国境。那天呢，和他做出同样操作的人不只是他一个人。根据区块链合规机构的链上数据，空袭消息出来后的数分钟之内， Novitex 的加密资产的外流量激增了700%，峰值的时候每小时流出大约是280万美元。这些钱正在通过网络悄无声息地穿越国境，流向境外的交易所，没有海关，没有申报，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他，他的财富跑出去了。第4个阿什呢，是所有命运里边最早做准备的人。几年前他读到一些东西，关于货币的历史，关于制裁，关于一个人在极端的情况下究竟能控制什么。他把一部分资产兑换成了比特币，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它放在交易所里边，他买了一个硬件钱包，把私钥呢写在了纸上，藏在2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空袭的那天早上他什么都没有做，因为没有什么需要他来做的。他的财富没有在任何的银行里边，也不在任何的交易所里边，更不在任何政府能够冻结的某一个账户里边，而在他自己能够控制的那把钥匙上。他可以今天在德黑兰，明天在迪拜，后天在新加坡，只要他有一台能够联网的设备，他的财富永远和他在一起。4种选择，4种命运，同一场战争，同一个起点，截然不同的结局。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伊朗首领阿里·哈梅内伊被炸身亡的这几天里边，区块链上真实发生的数据。链上监测机构追踪了伊朗加密交易所 Novitex 从2026年年初到空袭期间的完整的资金流动。他们发现这次空袭引发的外流并不是第一次。1月9号，伊朗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行动，政府随即实施了互联网的封锁。那一天的加密外流量创下了年内的最高纪录。注意，是在断网的期间，依然有人找到了办法把资产给转走了。再往后呢，美国的财政部宣布制裁2家与伊朗关联的英国注册的交易所。消息一出来， Novitex 外流量再次短暂飙升，3次峰值，3个出发点，制裁、断网、空袭。每一次风险上升，加密资产就成为了资本逃离的第一个选择，不是一次意外，它是一个规律。但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链上监测到的只是可追踪的那部分。伊朗大量的加密交易是通过场外的 OTC 渠道和 P2P 点对点的网络进行的，这些完全在数据之外。其实真实的资本外流的规模远比数据显示的要更大。还有最后一个细节，我认为这是整件事里边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事实。伊朗政府长期对加密货币采取管控的态度，但与此同时呢，根据加密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伊朗央行自己在 Novitex 上持有至少5亿美元的 USDT， 5亿美元稳定币，作为支撑里亚尔汇率
规避西方制裁的储备手段。政府呢，一边严厉管控加密，一边严重依赖加密。当一个国家被制裁、被金融隔离的时候，加密资产可能从民间的工具快速的变成系统工具，管控与依赖可能同时存在。可悲的是，央行可以在交易所里边跑掉那5亿美元，而绝大多数的伊朗普通人直到那一刻才知道，原来还有 NoBayTax 这个 app。 这个不是伊朗独有的故事。2022年的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把俄罗斯主要的银行给踢出 SWIFT 系统，卢布暴跌，俄罗斯境内的比特币和 USDT 的交易量迅速飙升。2021年的8月，塔利班夺取了阿富汗的政权，当月加密资产外流峰值达到了大约 1.5亿美元，主要是来自喀布尔精英阶层的紧急资本的撤离。规律是非常清晰的，战争或者是危机触发，加密外流随之激增。人们不是在危机的时候才想到用加密资产，而在危机的时候才意识到过去的那些在危机之前就做好准备的人和没有做任何准备的人，命运有多大的不同。好的，现在呢，我要做一件事儿，把你从伊朗的德黑兰带回到你现在坐着的这把椅子上。你可能现在在北京，在上海、新加坡、多伦多，或者是在悉尼，窗外没有炸弹，银行也正常开门，手机信号也是满格的。你可能正在吃早饭，或者在地铁上刷视频，一切看起来都很安全。但我想问的是，伊朗人是在2026年的2月28号空袭的那天才输掉财富战争的吗？不是，很多人的输其实发生的更早。它发生在当你把每个月的工资存进里亚尔账户，觉得这个就是安全，通胀一年吃掉30%、40%，你呢却告诉自己反正大家都一样，政策一次一次的收紧，你却以为还没有到那一步。战争呢，其实只是把结果给现行了，真正的破坏在和平的年代早已经完成了。这个就是我今天最想讲的一个概念，慢速战争。它没有炸弹，没有警报，没有任何人来告诉你战争已经开始了，但它一直在打。它的武器呢是通货膨胀、汇率贬值、资产政策风险、流动性陷阱。它的战场呢是你的资产负债表。普通人根本就感觉不到它，是因为它的进攻速度非常的慢，慢到刚好低于人类的感知的阈值。它不会在1天之内让你的钱消失，它需要5年、10年、20年，慢慢来，让温水里的青蛙感觉不到，甚至还让这个青蛙有些舒服的感觉。当然呢，我不是让你现在就卖房清仓，变成什么末日主义者。我想要让你开始思考一件事儿，如果有一天你生活的城市发生了一件超出你预期的事儿，或者说现在就在你看完这个视频关上手机的5分钟以后，你发现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没有办法进行大额转账，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你手里的现金突然没人要。这个不一定是战争，也可能是金融危机、货币大幅的贬值、突发的资本管制，或者你完全没有预见到的某一种冲击。那么你现在持有的资产能够保护你吗？你的钱真的是你的吗？还是他们的存在依赖于某些你看不见、控制不了的条件继续成立？这个不是悲观主义，这是财富的基本问题。很多做宏观的人，包括 Ray Dalio 反复强调过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准确。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货币体系最后都会走向同一条路，贬值、重置、崩溃，没有例外。区别只在于它用了多长的时间，以及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你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讲伊朗，不是要嘲笑伊朗人的选择，那些普通人20这样的人，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生在了一个特定的地方，
然后呢，用了当时所有人都在用的那种钱，他没理由也没有机会去想，万一有一天规则变了，我该怎么办？但你不一样，你现在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没有炮声的地方，你还能提前把这个问题给他想清楚。你持有什么样的资产，你就持有什么样的命运。这句话呢，不是加密货币的广告，也不是什么投资建议，它是一个古老的财富真理。你能控制什么，你就能带走什么。在接下来的这个系列里边呢，我会把慢速战争的每一个武器给它拆开来，通胀到底是怎么把你的购买力一点一点给吃掉，汇率是怎么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把你的财富给搬走的，银行给你的那种安全感到底是用什么来换来的，黄金和比特币各自又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又各自留下了什么样的风险。最后一期呢，会帮你打一个框架，不是告诉你买什么，而是告诉你一个清醒的人应该如何思考自己的资产。最后呢，留一个问题，如果明天早上你打开手机看到一条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新闻，你现在的资产结构能够撑过72小时吗？不用回答我，先回答你自己。这里是加密星球，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